这间教室没有老师敢进来，因为学生上课从不带书本，带的都是子弹和刀具。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班主任，如此奇葩的班级也是差生云集。学校将他们隔离在山上的旧校舍，一直被其他班的人当成傻瓜。可这天3年1班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老师，长得像表情包里的小黄人。私が月を破壊した犯人です。来年の3月には地球も破壊する予定です。ということで今日から皆さんの担任になりましたので、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人不可貌相，前不久他就凭借一己之力炸毁大半个月球，还说半年之后就要毁掉地球。作为超生命体的他，无人能敌，无人可挡。来到3年1班当班主任也是他的要求。为了监督他的行动，还特地派来了一位高手乌坚当副班主任。乌坚热情地给大家演示了暗杀方法。全世界都无人能够击杀他，所以也被称为杀老师。乌江带来了特别的子弹和武器，这种子弹只对超生命体有效，对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乌坚告诉同学，只要能够暗杀杀老师，就可以获得100亿日元。所以在这之后，每次上课都是一副名场面。不过至今都无人能够击中他。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位英语老师，他是世界级的顶尖杀手，对付杀老师毫不含糊，各种顶尖武器齐上阵。但在杀老师的面前，他也只是个菜鸡。暗杀任务一次又一次失败，就连炸弹也没有炸死他。不过大家还是发现了老师的一些弱点，不同的情绪，脸的颜色也会不同。杀老师还主动告诉他们暗杀的最佳选择，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么着急被杀。时间在暗杀中一天一天的度过。虽说杀老师要毁灭地球，但他对3年1班的同学却特别好。来到这个班级的同学都是一些差等生，被分配到了这种犄角旮旯的大山里。沙老师也没有歧视他们，其他学校所上的文化课，他们一门也没落下。平时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想尽法子练习暗杀技术。师生之间的感情竟然在这样的奇妙关系下迸发了不一样的火花。这天，一个休学中的同学突然回到了学校，他叫赤羽。沙老师礼貌性的和他握手，却被赤羽藏在手中的武器划破触手。赤羽认为沙老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其实赤羽的成绩很好，他会来到这个班级，就是因为他太爱打架了。1年前他还十分尊重老师，但自从一次暴力事件后，赤羽不再相信老师，明明是优等生先欺负同学，他才会动手打人，结果却被老师教训了。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相信老师。在他的心里，全世界的老师都是一个样。虽然班上的同学都说沙老师不一样，但赤羽还是不相信。他举起装有特制子弹的手枪，跳下悬崖。只要沙老师来救他，他就能够轻松击杀。如果不救，那也就证明了他的话，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个样。可他还是小看了沙老师。カルマ君、自らを使った計算づくの暗殺お見事です。マッハで助ければ君の肉体はその衝撃には耐えられないかといって、ゆっくり助ければ君はその間に私を撃つことができる。そこで先生、ちょっとネバネバしてみました。何でもありかよこの作詞。ぬる。转眼间2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离地球毁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们又派去了拥有人工智能的箱型机器人。从这之后，上课也变了一番模样。攻撃を開始します。なるほどね。ガトリングが4門にチェーンガンにも、まあ確かに濃密な弾幕ですが、ここの生徒は当たり前にやっていますよ。沙老师没受一点伤，倒把同学们害惨了，所以大家就把他给锁了起来。在沙老师的谆谆教导下，机器人也明白自己不可能独自杀掉他，所以也学着和同学们打交道，把自己升级为手机 APP， 用甜美的声音陪伴着大家。几天之后，又来一名转校生。では出席を取ります。
别人都是组团打怪或者私密暗杀，可他一上来就要求和沙老师 PVP， 还说自己和沙老师可是亲兄弟，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决斗开始。沙老师的触手被斩断一只，仔细一看，原来这个转校生也有触手。看见对方的触手后，沙老师似乎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从前温柔可爱的模样消失不见。同学们看见他的头变红，也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但很快，转校生却被老师踢出了教室。对方内心虽有不甘心，但也无能为力。同学们都想不明白，这么强大的沙老师为什么要来到3年1班？但沙老师只告诉他们。もし君たちが地球を救えば、君たちは後でいくらでも真実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うわかるでしょ？知りたいなら、行動はただ一つ。私を暗殺してみせなさい。马上就要到考试时间，为了让同学们提高成绩，沙老师把自己的速度调到最快，为同学们1对1全面补习不擅长的科目。コロ先生、私たち全員を一度に相手にして疲れない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神崎さん。窓の外を見てください。分身を1人休憩させてありますから。与此同时，乌坚老师也在整理同学们的特点。他认为，只有将每个人的特点激发到极致，才有机会激发沙老师。离半年之期越来越近，可暗杀行动丝毫没有进展。英语老师告诉女同学们，世界第1的杀手代号死神。要是大家真的干不掉沙老师，死神说不定就会现身。还说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あれは17の時。17。Hey you! さりげなく紛れ込むな、女の園に。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私もその色恋の話聞きたいですよ。于是政府又派了一名体育老师。初次见面，体育老师让大家有了邻家爸爸的感觉，和蔼可亲，幽默搞笑。但殊不知，这只是他的策略。第2天就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变成了恶毒的虎爸。父ちゃんに口答えするとは。只有这种先让他们得到关怀，再摧毁内心，才能使这些人绝对服从。乌坚看不下去，出手阻止。体育老师主动提出，随便派出一个学生，只要能够击中他一下，他就离开学校。于是乌坚派出了一名叫做小猪的同学，他看上去文文弱弱，胆子小，战斗力也不高。然而这些特质就是他最好的伪装。在体育老师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被小猪顶住了喉咙。体育老师离开前说自己可不会善罢甘休。原来在暗杀集训期间，沙老师和乌坚都发现了小猪的天赋，所以才会派他出来。他这样的人是天生的暗杀者。体育老师离开后，大家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日常。这天，他们终于发现了沙老师的弱点，他十分惧怕水，遇水之后身体会自动膨胀。其中一个女生还精心为老师配制了毒药，他接过来一口气喝下。水酸化ナトリウムですね。人間が飲めば有害ですが、先生には効きません。それにしても倉さんの暗殺方法には驚かされました。明日までにさらに強い毒の作り方お教えしましょう。本当ですか？ぬる。可雨过天晴后，沙老师的能力再一次提升，速度也变快了不少。沙老师告诉大家，你们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预报方案。杀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提前准备 Play B。和敌人对战時，第2刀要比第1刀更加重要。自信を持てる次の手があるから自信に満ちた暗殺者になれるのです。しかしあなたたちは暗殺があるからそれでいいと、勉強なんかし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ね。所以大家不能只想着如何暗杀，而是要把学习和暗杀相结合。就怕杀手有文化。马上就要到考试周了，沙老师提出，能够单科学科拿到全校第1的人，就可以破坏掉他的一只触手。触手越少，沙老师的能力也就越弱，暗杀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既然这样，那就好好学习吧。这天之后，3年1班的学习氛围都不一样了。曾经的差等生竟然开始好好学习，每天为了考试奋斗拼搏。沙老师还把不同爱好的同学带到不同国家，实地感受学习。
た英語に耳を傾けに行きましょう。それじゃあギザ砂漠のピラミッドで歴代のファラオが行った統治万里の長城の工程計算をしてもらいます。茅野さん、下の斜塔の傾きの角度を計算して簡単です。有志者事竟成，3年一班有3个学科第一，还有3个并列第一，他们可以砍掉6只触手。这个最差班级摇身一变，飞上枝头变凤凰，每个人都自信了不少。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沙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他们。暑期大会的时候，同学们终于动手了，沙老师也兑现承诺，让他们打掉自己6只触手。就在沙老师的最后时刻，同学们用水牢困住了他，所有人都用特制子弹对他发出了猛烈攻击。よくぞここまで。可突然间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最后沙老师变成了一个小球，开启了完全防御状态，1天之后才会解除。在这之前，哪怕是核弹也伤害不到他。这下同学们是彻底没办法了。就在这时，几名同学突然晕倒。体育老师和触手转校生一起出现，同学们突然晕倒就是他下的药。被3年一班的学生赶走后，他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所以决心要报复。触手转校生也因为输给沙老师不服气，要想拿到体育老师手上的解药，就要用沙老师做交换。但同学们当然不会答应。小猪和赤羽将转校生骗到了高塔之上，利用突发性的暴雨打败了他。既然是沙老师的兄弟，那也一定怕水。这一招本来是用来对付沙老师的，可另一边体育老师却抓住一个女学生，将她吊在半空，威胁他们交出沙老师，不然就用水泥给他泡澡。但没了转校生，体育老师不足为惧，很快就被同学们制服。最高です。気持ちよすぎて身動きも取れません。最后水泥泡澡的是体育老师，可为了地球的安全，政府决定在沙老师变回之前，把他丢进装满特制弹药的避难所，这样等他解除防御后，就有机会杀掉他。可看到沙老师被子弹淹没的那一瞬间，3年一班的同学都泪流满面。在半年的相处中，他们把沙老师当成自己的人生导师。这时，一只黄色的触手给小猪递上一张手帕。同学们都露出了笑容，他们又回到了暗杀的生活。或许大家的心中还有疑惑，沙老师究竟是什么变的？为什么他会变成超生命体？为什么看见触手转校生会愤怒？这些疑问都留在了3年一班第2部中，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就留言告诉我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